大家好，我是阿信助教。今天要来讲电池如果快要坏了，到底要怎么知道呢？基本上，你只要把电池做一次充放电，就知道它是不是快坏了。如果你发现电池很快就充饱，同时呢也很快就没有电了，就表示这个电池的容量减少了很多 ，SOH 呢很低，那就表示是电池的寿命快结束了。这一张是我之前汽车保养的时候，车厂给我的量测结果。意思就是电池的 SOH 逼近警戒线了，你该换咯。虽然说我也不知道它那一条警戒线到底是怎么定出来的，但是反正电池也已经2年了，那就换吧。要测量 SOH 就要知道目前的电池容量。我打算用最容易理解的充电或放电来估算 SOH， 所以呢，后面我会说明充放电的基本概念，同时呢，也会实作给各位看。其实一般市面上都有卖充电机可以做充放电。但是如果是电池的生产线，由于产线对电池的品质需要严格管控，所以通常就会选择以下2种设备：第一个，电源供应器；第二个，电子负载。它们分别呢是用来测试电池的充电与放电。今天我们就实际来测试看看这一颗12伏特的铅酸电池，它的充放电状况是如何。同时呢，我们也尝试来计算它的 SOH。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充电基本上它就是把直流电接上电池就可以了。我这边用的是这一台固伟的 PSW 直流电源供应器，它的电压最高到80伏特，电流最大呢到40.5安培。一般大家可能觉得要充电的话，只要把电压设定好，接上去就可以了。没有错这确实是一个方法，这个称为定电压充电 CV。但是其实充电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基本上是五花八门啦。例如说定电流充电、脉冲充电等等。那我这边呢，等一下要采用的是定电流、定电压合并的方法，称为 CCCV method。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充电方法，它就是把充电的过程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先用定电流 CC 的模式，把电池的电压充到一个临界电压之后，然后呢，再切换成定电压 CV 的模式。那在定电流 CC 模式，到底要用多少电流来充电呢？以这颗电池来讲它的标称容量是 9Ah， 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用9安培来放电的话，1个小时就可以把它放光光。那这样我是要直接用9安培来做充放电吗？我个人是不太敢因为这个电流太大，那就会让电池往老化更迈进一步。而且我其实也不太熟这一颗电池的特性那我想我们就保守一点，抓个 0.1C 的充电电流，也就是 0.9安培就好了。总之我们就先采取保守策略。那在定电流的充电之下这个电压会慢慢的上升。那要充到什么程度才会切换到定电压 CV 呢？这部分我们其实可以自己定一个电压上限以12伏特的铅酸电池来讲，一般就是定在 14.2 伏特到 14.5 伏特之间。那基本上只要超过12伏特一点点就可以了。那既然是要保守充电，那我们就先用 14.2 伏特当做电压的上限。那这么一来呢，充电的时候，当电压上升到了这个14.2 伏特的时候呢，电源就会固定用这个电压来充电。那现在我们就把刚才设想的 0.9 安培跟 14.2 伏特设定到这一台电源供应器里面。先开机开机要等一下，只要有设定好了，就可以保证充电的电压电流不会超出这个范围了。好，我们现在先按 set， 然后14.2，然后下面我设定 0.9 0.9789。好，那这样就设定完成了。好，那我们就准备来充电咯。这个后面的线都已经接好了，红色是正极，黑色是负极。那为了不让操作有错误的机会我其实是写程式在控制电源供应器啦包括刚才我们这个上限电压是 14.2 伏特，然后电流呢是 0.9 安培这个全部用程式来控制。虽然说刚才用手按不过为了避免到时候我临时改变心意所以我基本上还是用程式呢把设定值呢全部都再 overwrite 过去一次，那这样比较保险我认为。然后
电压电流的读值呢，每隔5秒钟会读一次哦，所以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喽，按 Run。好，它现在已经开始在跑了哈，那也许要花个9小时、10小时啦，我觉得10几小时应该是跑不掉啦。那我们现在呢，就先让它跑。那录影呢，我们就先暂停。现在充电已经完成了，我们来看一下图表。随着充电时间的增加，电压也会慢慢的增加，一直到它达到我们刚才设定的上限14.2伏特的时候呢，那就换电流缓缓下降了。那这一段的充电，我们就称为定电压充电 （CV Mode）。在充电的前9小时，它的电压电流曲线完全符合我对于电池充电的理解，所以这部分没什么问题。但是到了9小时以后呢，相信各位也有发现，它的电流呢突然往上增加，那这表示电池里面应该有产生什么变化了，而且这表示电池的阻抗正在减少当中。那因为它里面是化学变化，我也不晓得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老实说，我有点担心啦，所以我就在第13小时的时候把充电给终止掉了。其实我在程式里面是有设定终止条件的哦，也就是在 CV 模式的时候，这个电流会缓缓下降。当它低于0.1安培的时候呢，就会停止充电。但是显然这个条件并没有达到，所以我选择手动终止。那这个电池我买了大概有4年多啦，这期间充电放电大概就是断断续续的，并没有很频繁的使用。那或许是因为这样子，才让尾巴这个电流呢突然上升。那如果各位朋友对于这个地方呢有其他见解的话呢，也欢迎给我留言，我也蛮好奇，想知道到底是为什么的。那目前为止到底充了多少电呢？根据我这张图表，在13小时以内呢，我们总共充了8Ah 的电。那它的标称容量是9Ah 嘛，那因为8Ah 跟9Ah 还蛮接近的啦，所以我就当它是充满喽。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给它放电放看看。透过放电，我们也可以推算出电池的容量。我是还蛮好奇，充放电各自算出来的容量会不会一样？等一下我们就知道了。那要怎么放电呢？直观来说，当然是要接一个电阻来当负载啦。只是电池的放电测试，我们通常会采用定电流放电。由于电池的电压，它在放电的过程当中会缓缓下降，所以如果用一般的固定电阻来放电的话，电流它也会跟着电压下降。这样子就会变成一个实验里面有2个物理量在下降，这样子就会很难做成图表，也很难理解。但如果我们是刻意维持定电流，只要观察电压下降就好的话，那么这一张图表就很容易制作，也比较容易理解了。只是说呢，由于电压会下降如果要维持定电流的话，我们必须要在放电的过程中适时的去降低电阻。但是这是要及时去更换电阻的意思吗？当然不是啦，事实上也做不到。所以呢，我们才会需要电子负载。电子负载它可以在放电的过程当中去调整电阻值，来维持电流的恒定。来，这一台是博技的电子负载 3316G， 它就可以做到即时调整负载的功能。除了做到刚才讲的定电流模式之外，它还有不同负载模式可以选择哦。你看譬如说它有定电阻 CR、定电压 CV， 还有定功率 CP， 它有很多种模式。另外呢，它还有安全机制，例如它有电压、电流、功率的上下限的限制。所以你看，电子负载它不是说只有拿来当电阻而已，它还伴随了很多的安全设定。如果你只是真的拿普通的电阻来当负载，那它就只会发热而已，而且呢，它不会有任何安全机制，这样子就会有点危险，所以我们才会要使用电子负载。那以这台电子负载来说，它甚至于可以做电源短路的功能。你看它这边有一个 Short 的按钮。当然我们 Short 不是今天的主题啦，我只是要告诉大家使用这个电子负载的必要性。毕竟只靠一颗孤零零的电阻器就想要去测试充放电，真的是有点莽撞啦。好，我等一下就会使用定电流放电，所以呢会把负载模式设定为 CC， 那电流一样设定为 0.9 安培来放电，这个跟刚才充电时候的设定是一样的。那我到时候会用程式来控制啦，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设定就先不管它。
那放电的终止条件，我会设定在电压小于10.5伏特的时候停止放电。那这一颗电池负载的背后呢，它也有界面可以下指令啊。我目前用的是 RS232，所以才会可以用程式来控制。那同时，我可以在放电的过程当中把这个电压电流记录起来。这个就是我写好的程式。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这边就是我们的定电流模式的指令，然后这个0.9呢，就是我们设定的电压啊。那后面就是读电流、读电压，然后把它记录起来哦，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就按下 Run 来看看放电的状况哦，来按下去 Run 了哈。然后呢，你看这荧幕开始有数字跳出来了，对不对？好，然后我们这边机器上面0.9安培放电嘛，好，然后我们现在哇，已经到11伏特了，它的电压下降的速度怎么那么快？我这个电池它已经有4年了啦，其实我在用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好像有点怪怪的，哇，已经10.8伏特了，我终止条件是设定为10.5伏特了，搞不好很快就到10.5伏特了，也说不定哦。我本来想要快转的啦，我现在不快转了，我们就直接来看一下，看它会不会就在我们录影的当下就直接到10.5伏特了。看起来好像有机会呢。来，我们来看我们程式的这个荧幕哈，你看10.588了，再继续往下，应该就快要结束了呢。哇，低于10.5了，结束了。程式应该会停了，你看程式停了，所以我这个电池应该是有问题啦，这个容量少了很多哎。如果要去算它的话它的容量应该是55秒乘上0.9安培，那就会得到13.75 mAh。这个容量跟刚才我们充了8Ah 的电来相比的话，大概有99.8%的电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颗电池我想肯定是有问题啦。以上示范的就是一个很常见的充放电测试的方式，一般手机、笔电的电池大概就是这样测试，只不过呢，就是程度上的差别而已啦。例如说，它可能为了测试效率，会缩减一些测试项目，或者为了运送安全，不会把电池的电充到满血。那如果你有需要测试到上千次的次数来收集充放电的数据，那甚至呢会外加测量温度、内阻等等的数据，那这样整个测试起来呢就会非常的麻烦。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自己写程式来控制所有的仪器，而且呢你可能还要怎样去设计电流的切换电路。哇，那这样子你突然间就怎样要软硬兼施两边硬体软体你都要懂。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评估咯，你有多少时间去跟它耗。所以市面上就有充放电系统这种东西，它简单方便，基本上你想得到的它都帮你想到了。那像这一台就是博技的电池充放电系统9841，它里面就整合了电源供应器、电池负载。那如果你需要的话，还可以加装温度记录器。当然，这个里面还会有他们的测试软体，可以让你自行组合测试的步骤。那由于每个人对于仪器的需求都不一样，所以这个9841它是可以客制化的，因此它实际上外观可能会跟这张图会有点不一样。如果你的测试需求已经不是只有充放电，而是还要包含其他的量测项目，譬如说你需要用到示波器的某个量测功能，那你当然就要把示波器给整合进来嘛。那这样你是要自己写指令来抓量测值吗？其实不用像这一台固伟的 Cyber Physical System， 它整合了非常多的仪器进来，而且呢，测试的指令都已经帮你写好了。基本上，你只要做测试项目的设定就可以。所以事实上，这个系统它已经不限于用在电池的充放电测试，它可以扩大你的测试范围，用起来呢也会比较方便。那它里面其实有一个 IoT 的主机啦，这个我们下一支影片再来介绍。今天我就透过实际的仪器操作来告诉各位，一般充放电测试是怎么一回事。毕竟一般消费者不太可能在自己家做这种测试。那希望呢，可以透过今天的实作，让大家一窥究竟。那我们下一集呢，就要来看一下，这么多电动车在路上跑来跑去，那该怎么样来好好运用这些电力呢？所以就会有所谓的能源管理系统。那我们下一支影片
再来跟各位介绍。别忘了要记得订阅石头派电子实验室哦，拜拜。